女孩考上985，却遭到父亲毒打，当面撕毁录取通知书，并警告她：“母亲闻声赶来，女孩祈求母亲的帮助，但母亲却表示无能为力。小美是个可怜人，不仅分担家务，还要照看年幼的弟弟。一次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，将弟弟的脑袋摔伤，因此遭到父亲毒打，怪他把弟弟摔成傻子。感到绝望的小美割腕自杀，幸亏妈妈发现及时，小美决定离开这个伤透心的家。10多年过去，小美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为优秀的律师。这天，看到电视上的一则新闻，在一场葬礼上发生一场米酒毒杀案，导致1人当场死亡，4人重伤。由于中毒人中有一位是市长，此案备受关注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嫌疑犯竟然是自己的母亲，于是立马开车往家里赶。在看守所见到目光呆滞的母亲，受到惊吓，竟然直接尿了裤子。小美这才知道，母亲患有老年痴呆，一个连自己女儿都认不出来的人，怎么可能投毒杀人呢？来到案发现场，碰到取证的刑警，案件负责人是受害人的儿子小崔，这样的调查难免有失公正。开庭时，小美前来旁听，有人指认亲眼看到母亲下毒，而此人是受害人中的儿子小芳。要命的是，母亲已签下了认罪书，而辩护律师做事很敷衍，法院也草草结案。小美决定为母亲辩护，证明她的清白。来到村里调查时，发现有人偷偷潜入自己的家，这让小美更加肯定是有蹊跷。找到警局朋友，拿到母亲的审讯视频，原来母亲是在被威胁和恐吓之下签的认罪书，而且通过银行的监控证实小芳在作伪证。案件疑点重重，小美以母亲精神有问题，为她申请了取保候审。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市长得知小美为母亲辩护后，马上让医生重新评估母亲的病情，并将她重新逮捕。混乱中，小美遇见了小学同学王勇，他告诉小美，3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她母亲前来报案，声称丈夫杀了人，可是村子里并没有发生过命案，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晚上，小美发现一个叫李顺慈的人向父亲的存折上转过2笔巨款，这个李顺慈正是市长的妻子，墙上还挂着父亲和几个中毒人年轻时的合照。突然柜子里传出动静，还有地上湿漉漉的脚印，没等小美反应过来，就被对方推倒在地。厮打过后，还是让对方跑了，不过发现对方遗落的打火机。第2天来到警局，想提取火机上的指纹，却遭到拒绝，原因是受害者家属需要回避，而且案件已经移交至检察院。小美只能找王勇帮忙寻找疑犯。우리 정수는 아무것도 몰라요. 맞아요. 전부 다 지가 한 거라니까요. 어머니 방금 하신 그 말씀 바뀌지만 않는다면 아들이면 무사할 겁니다. 감사합니다, 선생님. 开庭时，检察官调取了当天的监控视频，发现弟弟曾往水壶中倒过米酒，顿时把矛头指向了弟弟。智障弟弟被吓得哇哇大叫，旁边的母亲以为警察要抓儿子，不顾一切地说都是自己做的。由于情绪太过激动，导致当场晕厥。庭审在一片混乱中结束，检察官以弟弟嫌疑，要将他拘留，并在暗中诱导母亲，只要坚持承认是自己下的毒，他儿子就会平安无事。等小美来到监狱时，母亲已经咬死是自己下的毒，这无疑让案情雪上加霜。此时母亲依旧没有认出他。王勇这边找到了潜入他家的嫌疑人，可还没来得及审讯，就被检察官带走，并且连夜送出了城。回到家，小美不小心踩碎父母的婚纱照，拿起相框调出了一堆撕碎的照片，无意间还发现一个被折断的手机，将手机送去维修。她把照片拼好，发现新郎的名字却不是父亲，而是一个叫任春雨的男人。小美来到医院，找到了除市长外唯一一个幸存者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小美抱有一丝希望拿出照片，幸存者终于道出实情。原来当年母亲嫁的人是采石场老板的儿子，而当年父亲和市长都是采石场的工人。得知老板将厂长职位留给他的儿子，几人心生不满，人为制造任春雨溺水身亡。当时母亲已怀有身孕，伤心绝望的她选择跳水殉情，被养父救下，发誓会照顾他们母女一辈子。母亲为了孩子只好嫁给他。原来任春雨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而母亲竟然不知情地嫁给了杀父仇人。此时王勇拿到了嫌疑人的口供，原来他去小美家是为了偷一份地图。事成之后，市长答应给他一个商铺位，但他怕市长食言，自己偷偷做了备份。地图上标注了几个名字都姓李，经调查几人都是市长老婆的娘家人。此时所有证据都指向市长，看来母亲是被诬陷的。小美调查了几个人的资产明细，再次开庭。小美把了解当年情况的姑父请来，姑父说，当年任春雨死后，养父顺利当上了厂长，可是好景不长，采的石料越来越少。这时有个地质专家告诉养父，隔壁山可能是个金矿。鬼迷心窍的养父向村民集资，将那块地买了下来。
自然是血本无归。他又想从政来翻身，打通关系后，却被自己的小弟顶替上位。往日的兄弟也纷纷背叛了他，转而投靠市长。结果一无所有的养父被赶了出来，他只能愤怒地诅咒：近几年养父身体不好，打算卖掉河边的地来治病。市长得知后，买下这块地开发，并偷偷转移到了亲戚的名下。而自己家存折上多出的巨款，是弥补出售养父土地的损失。小美扒出市长的黑料，市长气得脸都黑了，决定要将他灭口。女人为了证明母亲的清白，扒出市长的黑料，结果发生车祸，好在他命大逃过一劫。他拿回修好的手机，发现了一段养父的视频。他说每次吃完母亲做的饭，都会胸口难受，觉得母亲有一天会杀了自己。小美连夜赶到监狱，询问母亲。原来市长和养父商谈土地买卖，两人提起当年谋杀人任春雨的事，恰好被母亲听到。母亲这才知道自己竟然嫁给了杀父仇人。可是时隔20年，案件早已经过了公诉期，一个疯狂的复仇计划开始。她每天在丈夫的饭菜里喷上农药，让他饱受痛苦。没几个月，养父就被他毒死。葬礼上，母亲将农药倒进米酒，让傻儿子送给那5个帮凶。看着他们5个人口吐白沫，他终于为亡夫报了仇。原来母亲才是凶手。这时母亲也认出了小美，她因自己不能保护女儿，感到深深的自责。母女2人抱在一起，已泣不成声。此刻唯一能证明母亲是凶手的手机就在自己手里。法律和亲情，小美到底应该如何选择？开庭前，小美教了弟弟几句话。法庭上，弟弟当堂翻供，说是爸爸临终前让他把米酒壶拿给几个叔叔。接着，小美问母亲他是谁，母亲茫然地摇头，但她说自己十分思念女儿。一段感人的自述打动了所有人。小美以母亲没有杀人动机为由，主张母亲无罪，一手华丽的亲情牌，成功把罪名推给了已经死去的养父。毕竟市长和养父有过节，他完全有报仇的理由。最后经过审判长合议，法院当庭宣判母亲无罪释放。在转角处，检察官拦住小美问： 어머니가 정말로 결백하다고 생각하세요? 어머니는 이미 충분한 대가를 치렀어요.